大家好，这取水处是制造活水的关键啊。虽然后院的菜还没采收完哈，但是前院青花笋、高丽菜、花椰菜、大陆妹都已经很急的被种完了，好像一换季呢，菜就要跟着换季的感觉了。依据分批种植、分批采收的概念呢，个人也只能把时间拿来做设施了。虽然有人会觉得做设施很累哈，但是做设施比种菜有趣多了。做设施是在实践规划与想象啊，种菜真的就只是种菜哈。此处的菜地当初搭配蔓延的浇水方式呢，菜床走向是东西向，因为不再采用蔓延的方式呢，更改为南北向后，会更适合台湾的气候啊。尤其需要搭设防虫网或是棚架时呢，抵御东北季风与台风的效果会更好。而这位置当初是留作跨越水池的走道使用，没有种植的需求，也就没有填上土壤，因此呢，地势比较低洼，一潮湿就容易长草啊。修正的做法呢，如果不是走道或是排水道，没有种植需求的位置呢，地势建议填高啊，至少也要填平啊，日后就算长草也会比较好处理啊。原本的凹槽处呢，就可以将土表挖起的细草与杂土呢，埋在下方，直接收纳掉了，也省掉处理的麻烦了。而需要从前方进行调整的主因呢，在使用锄头挖走道时，有个重要技巧了，得从地势高的地方往地势低的地方刨起土壤了，这样才容易维持原本地势的走向。若是反方向挖呢，先刨起的位置地势会变得比较高啊，有排水需求的话，就很容易造成积水的现象。因此，这上方的位置得先进行清理哈。清理没多久呢，小黑就又出现在沟槽里睡觉了。睡醒后呢，新鲜的土壤味道，自然很是吸引狗的好奇与探索了。由于清理环境时对于原本的生态是一种破坏，适时的休息，人可以轻松一点之外呢，也可以让巢里的一些蚊虫有逃离的机会了，也才有了去后院摘菜与泡面的影片啊。别把自己搞得太累，有趣也是很重要啊。设置堆草槽是加速处理杂草的很好方法啊。由于堆草槽上方是斜面哈，因此堆草槽只需要围出3面。此时先不急着将杂草丢进去了，先将杂土与原本堆草槽下方的土壤做一次置换，将杂草与草籽或是不好清理的杂土先往里面摆。这有一个额外的好处啦，就算是土壤湿黏，时间久了，对于解决湿黏土壤也是很有帮助了。前面这块田一直以来都是种植水稻的良田了，现在挖起的土壤尽管看似湿黏哈，但一刨松后就可以非常松软了。可以发现呢，土壤含有大量的养分结构啊。隔日再行观看清理后的土壤表面呢，更是很容易看出养分的存在。接续就来清理杂草易字席上的杂土与草籽啊，因为易字席是铺设在走道里啊，直接翻起来会比较快速省事啊。通常这只要1年做一遍啊。在秋冬种植前呢，因为雨水比较多啊，易字席上方的土壤也会跟着比较多啊。当然也是作物被抢先种走了哈，时间就用来彻底清理了。现在先将易字席收到河边啦，等2日后水位上升后呢，再来彻底清洗一下。沟槽里遗落下的土壤，再继续把它们收到堆草槽内啊，这样整条走道就算清理干净了。在此特别再提醒一件修整走道的方式哈，
记得要从高处的地方往低处做了，这样可以避免一次刨起的土壤太多，导致不好修整而越挖越深啊。最后将堆草槽的杂土铺平，就可以开始摆放杂草了。这只要有日照呢，1天的时间槽内的杂草脱水后，体积就可以变小很多了。另外，堆草槽设置完毕后，这区域除草的大工程就完成了一大半哈。有比较长的时间呢，就可以去做其他事情了。这区域就可以改成利用零散的时间进行处理。隔日一来呢，前方积水并不是因为下雨啊，而是有人使用水龙头后呢，水忘记关了，早已经司空见惯哈。唯一能做的提醒呢，是水龙头别接上水管啦，这样水忘记关时呢，会比较容易被发现。于是就转移阵地，退守后方啊。考量到这位置地势比较低，方便排水，不影响作物生长，菜床就做得比较高啊。这没有说明呢，很多人看到一望无际的稻田会误以为稻田的高度是一样的。事实上呢，配合灌溉系统呢，每块田的高度是越来越低才是啊。这一旁的芋头会零零落落呢，事实上进入采收前是长这样啊，但是一开始种植时却是这样啊。这是要用来延长秋冬作物种植的安排啊。由于现在的天气变冷的时间很晚啊，变热的时间却来得很快哈。原本这样安排菜床的目的呢，是希望利用芋头叶遮阳啊，秋冬作物可以提早进场，而且可以让秋冬作物可以种植到4、5月了。而这也是为何前阵子还在种植芋头的一个原因啊。布局这件事情很有趣啊，而芋头叶片长大后呢，也很有造景的效果啊。最后在这又种植了一波蒜头唯一比较特别的是，有人对于稻草摆放的方向很有意见啊，于是在上方分别铺上垂直与水平的稻草啊。其间的差异呢，就要看对于稻草功效的认定了。最后呢，则是再做个简易防狗网简单工具只需要竹子支撑啊，网子环绕，再用夹子夹住网子就可以了。下方多出的网子呢，可以往内部塞毕竟这铺上稻草后呢，真的很容易从菜床变成狗床啊。突然想到一件事啊，种植蒜头时呢，一开始没有稻草可以使用也可以在上方盖上黑网遮阳啊。等蒜头长高一点之后呢，避免土长板结的问题，再补上干树叶也是一种方法。谢谢收看。